那来吧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魔方新出的这一套黑色版本的2.0的擎天柱。盒子的外包装，因为是大比例的嘛，盒子还是非常巨大的。制品方面，说明书、人物卡。配件内容，本次除了大枪、大斧之外，2个不同车厢的拖挂连接器，还有额外一张这样的头雕。这个头雕等于跟之前那个带的不太一样，有点像 MP10的那种风格，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眼间距好像拉的有点开啊，这个不太好看。黑色的这个用料虽然说也没有上漆吧，不过会感觉比原色那个红色的版本要好看很多啊。电镀的烟囱、轮毂、橡胶的轮胎、车窗这些位置也是用了红色的透明件来处理。倒车镜这里可以打开，包括车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一个刻画，不过里边做不了小人啊，这里边塞得满满当当。车屁股这一块拖挂的位置也是平平整整。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主要还是这一次的魔方的这个黑色版本啊，我真的觉得比原色那个好看太多了。起码这个料子看起来就比那个红色的要舒服很多啊。侧面这里的楼梯。下方的梯形扣子拆开，左右燕尾扣，左右这里的卡扣分开，上方这一块卸开卡扣，双折叠拉开。腿部从侧面的这2个轮子下方这里拆开卡扣，它这里有一个插入的，还有一个燕尾扣子滑槽，注意一下。掰开，然后 Z 字折叠，才可以把下边的这半拉拉出来。拉的同时旋转后边的这一节，腾开更多的空间，然后1折、2折，把它卷进去。脚踝旋转180度，大脚板折叠放出来，把这一块滑道缩进去，然后这一块放下来，好，后边这2个盖子打开，拼上去，这里边就要根据这些卡扣以及燕尾扣的缝隙，把这里全部贴好。加油箱转下来，另外的一侧也是拼合燕尾扣子。好，一条腿我们基本上就变完了。其实这个变形过程还是很简单的。另外一边也是，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正变和逆变，最后一节轮子下方这里的燕尾插槽，这里要注意，拉开，旋转过来，1折、2折，缩到里边，滑道压平。脚尖儿、脚后跟旋转180度，然后一个双折叠，把脚归拢到它该有的位置上，贴合。打开这片板，中间有一个插合的扣子，接拼图。这个缝隙中间是有一个滑道伸缩的。拼下来以后，如果看到这样的打缝隙，捏一下，把它对齐，然后油箱锁下来。另外从内侧这里拼好，好，2个喇叭库我们就做好了。上方这里的变形，刚才我们已经打开了车门，然后拨开中间这地方的暗扣位置 ，Z 字折叠，把这个滑道顺出来。另一边拆开这里边的暗扣 ，Z 字折叠提起来，接着把边缘的这个小角落折进去，放好。然后我们来拆顶盖，顶盖这个地方拆就比那个小比例的要舒服很多，直接提就行，很舒服的就抠开中间的这个锁子。好，然后左右肩膀后方的卡扣。这里左右敲松，
整个的往起拉，后方这里就自动解开了。背包翻直，旋转180度，然后往上贴合。我们先把这一块拉开，不用管它。然后来解放两条胳膊，顺势从经典的位置掏出来，拉直，旋转，就在这儿。手臂抠出来，双关节往下错位，然后包上来这一块装甲，根据胳膊肘旋转，让这个双关节撇到前方正常的角度上。一条胳膊我们就准备好，这个地方的小烟囱往中间归一下。好，另一边掏出来，先拉直，然后拳头旋转放出，双折叠往下压，上边这块板90度折叠，旋转90度，这个地方再旋转90度，烟囱归位。好，另一条胳膊我们现在也变出来。接着就是拆这个前进气格栅，这下方啊有4个燕尾的滑槽，要注意啊，不要愣掰，往前推它一档。燕尾滑槽这一块的下方是有一个伸缩的滑道的，整个把它拉松掉。胳膊先腾开位置，左右旋转，注意一下边缘，90度打横。然后窗户折进去，车门折进去，藏到最后方。接着旋转180度，把这个扭到后腰上。变成现在的样子。左右2片窗户打开，然后把这一节先立起来，后边脑袋连同半个肩膀的装甲板再立起来，拼成整体。这个跟小比例那一款也不一样，小比例这个地方有一个滑道伸缩要提一下的，大比例的版本这个把滑道取消掉了，直接翻折90度即可。好的，翻到这一步，我们把2个胸板旋转180，从这边转吧，做一个缩胸的动作。接着前方保险杠旋转180，然后整个往上再旋转180。能源宝仓，滑道往里推，塞进去，然后夹胸，胸板盖起来，这回就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尖胸，把胸部隆起来。我们调整一下对胸的缝隙。好，最后再往上提腰部的这2个轮子，提上来以后，这里错着位啊，上下有一个滑动，往上推它，推这个边缘，推上去，再往中间一捏。最后是车顶的位置，把这块往里夹一下，顺势往上挂，挂上来以后，左右这里的2个扣子结合滑槽，肩膀把这个关节再折一下，放进去。好，背包卡到位，这个地方出现的卡槽，根据这里再结合，挂上。好，背包整理干净，最后 Z 字折叠，把腰缩下来。整体来看的话，人形上面的这个漆面还是挺漂亮的，这种银漆的裤衩和电镀搭配起来的效果也是闪闪发光，对着镜头非常非常的亮。其实我个人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个黑色一点点啊，它涂装了、点缀了什么的，包括黑色这个用料啊，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反光的，上面那种磨砂的质感吧，很吸光，所以你会觉得，尤其灯照上去以后，你会觉得它特别的黑。效果还不错吧？其实这个东西啊，就跟 MP10的那个黑色版本是2个极端，那个是那种就类似于钢琴漆啊，闪闪发光的一种亮黑。
这一次魔方的这个黑色版本呢，基本上就是那种消光色，很磨砂的那种味道，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，不过看个人的喜好，喜欢哪一种黑色了。但总体来说的话，其实真的各种层面的涂装处理、颜色搭配的效果，我觉得都是比原色的这个版本要好看非常多的。当然，相信将来以后这个也会重涂什么休眠配色啦，或者说纯白色了，那将来以后肯定也会有了，毕竟模具已经开了嘛。小比例都重涂了那么多，擎天柱这个角色就是那种一本万利的，一个模具做好了以后，将来各种各样的版本重涂就好了嘛。而且这个黑色，其实黑色版本的人气是仅次于原色版本的。总体来看的话，其实还是挺漂亮。那么得嘞，这一套魔方的黑色版本的2.0大比例擎天柱大概就是这样了。